以为他被电了，结果他是电人的；以为他是猎物，结果人是顶级猎手；以为他是乖乖女，结果人是专坑同胞的电诈魔头。还记得去年特别火的网红池某莹吗？就是那个声称在埃及失联的21岁内蒙古包头女孩。去年9月，她妈妈去埃及寻人，她的闺蜜更是全网疯狂发布寻人启事，连身高165、体重45公斤、身上有纹身这种细节都公布出来了。热心网友也大规模转发祈福。中国驻埃及大使馆紧急介入协调，当地华人自发奔走警局报案搜救。人们之所以这么揪心，是因为他前妻的人设实在立得太稳了。2015年8月初，她独自飞往埃及，跟家人说是去看金字塔，跟闺蜜却说是去经营跨境电商，月薪3万，还能住宽敞公寓。刚去的时候还天天跟亲友共享定位、日常报备，活脱脱一个独自出国打拼的乖乖女。结果没想到她到了埃及没多久，就疯狂劝说闺蜜也过去共事，把高薪轻松的电商工作吹上了天。万幸的是，闺蜜因为手头紧拒绝了邀约，才侥幸躲过了一场大劫。就在女孩失联仅仅6天后，9月30号，埃及内政部发布了一份官方通报，直接撕下了她受害者的伪装。网传失踪的中国女游客池某莹根本不是被绑架的受害者，实际上是一个诈骗团伙的核心成员。谁都没想到，全网心疼的可怜女孩，竟然是绑架同胞的恶魔。其实埃及警方早就盯上了这个团伙，之所以按兵不动，就是在等一个收网时机。9月27号凌晨，收集好证据的警方直接出击，突袭了新开罗的一处高档公寓窝点，把这几个人一锅端了。冲进门的那一刻，不仅当场解救出了一名被绑架的中国同胞，还从屋里搜出了枪支、刀具、电击枪，外加10几部存满勒索视频的手机和一堆伪造印章，甚至这些手机里的聊天记录和作案脚本，警方彻底扒着他们令人发指的犯罪链条。这不是什么临时起意，而是一场专门针对中国人的狩猎。这帮恶魔先是在国内各大招聘平台上疯狂撒网，打着跨境电商、埃及高薪的幌子，抛出包机票、包住宿的诱饵，吸引那些幻想出国轻松赚快钱的年轻人。受害者一旦听话落地开罗机场，就会直接被他们五花大绑，手机、钱包全部没收，像对待牲口一样把人拖进公寓里囚禁起来。控制住后，接着就是勒索，他们拿枪支、刀具顶着受害者的脑袋，逼为他们录下凄惨的求救视频发给国内家属，开口就要7万美元的赎金。不仅要钱，他们还要命。埃及庭审现场更是抛出铁证，现场查获的10几部手机里，清楚记录着池某莹亲自编辑的勒索话术和赃款账单，甚至还有他拿着电击枪恐吓受害者的视频。2026年6月15号，开罗刑事法院终审宣判，池某莹和另外2名中国籍同伙，加上2名埃及当地人，绑架、非法拘禁、敲诈勒索3项罪名全部成立，5人统统被判处15年监禁。很多人可能觉得15年而已，表现好点减减刑，或者申请转回国内服刑不就行了？那可趁早死了这条心吧，因为中埃两国根本没有囚犯移管协议，不存在任何回国服刑的渠道。这15年，他必须在埃及监狱里一天不落的熬完，刑满后直接驱逐出境。埃及的监狱是什么神仙地方？要知道，北非沙漠的夏季气温动辄40-50度，牢房里别说空调，连个破风扇都没有，整个空间就像个巨型蒸笼。更绝望的是，10几20个重刑犯硬生生塞进一间狭小的牢房，人均活动面积只有可怜的1.1平方米，连转个身都费劲。里面也没有什么卫生管理，垃圾污水横流，老鼠蚊虫满天飞，汗臭霉味混杂着腐臭味，稍不小心就会染上各种传染病。生病了怎么办？监狱里连个专职医生和常备药都没有，发烧只能靠自己硬扛。外籍囚犯在里头根本没人管，吃的更是惊人，每天吃的就是干硬的辣嗓子的粗粮饼，配上没有水的清汤，喝的是监狱下面直接开采的纯天然地下水。最惨的是，狱警暴力管教是家常便饭，稍有不顺心就是一顿打骂。外籍囚犯还要在烈日下干高强度的武力，中暑晒伤是常态。池某莹完全听不懂阿拉伯语，被狱友欺负了，连句辩解的话都说不明白，一开口反而更容易挨揍。而且中东地区极其痛恨诈骗绑架犯，他在监狱食物链的最底端，每天少不了被其他囚犯霸凌排挤，这15年能过完就不错了。再说，你以为熬过这15年被驱逐回国就万事大吉了？太天真了。根据我国刑法的属人管辖原则，中国公民在境外绑架同胞，就算在国外服完刑，回国后国内司法机关照样有权重新立案追责。他在埃及坐牢的时间可以依法折抵刑期，但刑事责任绝对免不掉。境外蹲大牢，回国接着审，他人生最黄金的岁月算是彻底焊在高墙铁窗里。想想去年9月，他妈妈在全网痛哭流涕寻找女儿，
万千网友为她祈福平安。可如今这个21岁的女孩却只能坐在埃及的被告席上，绝望地聆听15年的判决。这前后的反差简直讽刺到了极点。现在太多年轻人嫌弃国内赚钱慢，轻信网上那些海外轻松高薪的鬼话，抱着侥幸心理想去境外走捷径。石某莹就是一个缩影，只不过她不仅自己跳了坑，还成了给别人挖坑的恶魔。其实在异国他乡的险境里，真正要你命的往往不是语言不通的外国人，而是说着相同母语主动跟你套近乎的老乡。同乡的口音最容易使人放下戒心，也成了境外犯罪最隐蔽的伪装。1.1平方米只是人类生存的最低标准，绝不是埃及监狱残酷的上限。所以千万别做什么出国淘金的春秋大梦，天上不会掉馅饼，只会掉陷阱。别等被蒙上眼睛，没收了手机，才看清高薪背后的獠牙。记住，你的贪婪和侥幸就是骗子手里最尖锐的利刃。